普京因与特朗普会谈被指投降派，妥协与让步，主战派完全看不懂。泽连斯基二进白宫，西装革履与谢谢齐飞，1+1+7会谈卓有成效。泽连斯基明确拒绝赴俄谈判，乌克兰不会投降，第三国也许是最好答案。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国内出现了一批坚定的主战派人士，这些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前线战况，对战局发表自己的意见，慢慢积累起了数百万的受众群体，在俄国内部有着一定的舆论影响力。而随着普京与特朗普的会谈具体内容逐渐被披露出来，很多主战派人士对于会谈的结果并不满意，甚至认为这次会谈对于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耻辱。这些主战派的不满主要集中在领土问题上。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普京政府就通过组织入俄公投，宣布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4州加入俄罗斯。俄罗斯此前提出的停火条件也一直都是乌军撤出这4州之地。事实上，承认这4州之地入俄，可在与特朗普面谈期间，普京决定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只要求乌克兰全面撤出顿巴斯地区，也就是卢顿2州，暂时搁置了对于扎波罗热、赫尔松两地的领土要求，同意在现有的战线上实现停火。在主战派看来，普京此举是公然放弃了俄罗斯的领土，是背叛了俄罗斯的利益，甚至有人认为这一行为会使核宪法变成一张废纸。除了扎波罗热、赫尔松的领土问题，这些主战派还反对让出俄军现在占据的苏梅与哈尔科夫部分地区，以换取乌克兰从顿巴斯撤军。他们认为，俄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才打下来的地盘，绝对不能拱手相让。此外，俄乌冲突爆发与美国的背后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很多人将俄乌之间的战争视为一场俄罗斯与北约阵营的战争，所以很多俄主战派认为，不管美国那边是否进行了政府换届，普京去与美国谈乌克兰和平的问题本身就是不对的。俄国内会有如此多的主战派，在普京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产生不满，主要原因有3点。首先，俄罗斯确实在战场上占据了上风，乌军在苏梅州的大规模反击虎头蛇尾，没能将战线推回到库尔斯克地区，在红军城方向的反击也只是暂时夺回了几处定居点。俄军在其他战线上仍旧保持着推进势头，这就导致俄罗斯国内很多人对于战争形势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只要再付出一定的代价，俄罗斯就能够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达成全面胜利。普京政府不需要在领土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其次，西方的制裁确实对俄罗斯经济形成了冲击，可凭借与他国的合作，普京政府稳住了经济。在很多俄罗斯民众看来，虽然国内经济形势不好，但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很多主战派人士有军队或者军工部门的背景，其中一部分人还上过前线。而经过持续3年多的战争，俄罗斯军队和军工系统的力量壮大，不仅在国内政治事务上的音量增加，且获得了更多的政府拨款。如果俄乌现在停战，俄军和军工系统的利益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这些主战派人士的观点说明，在俄罗斯军队和军工利益集团内存在着一种对于停战的抵触心理。俄罗斯主战派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现在只能看到对俄罗斯有利的因素，但他们看不到的是，如果想要继续战争，实现将乌东4州全部拿下的目标，俄罗斯不仅要花费大笔资金，还要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在普京看来，如果持续战争可能带来的损失超过了最终能够获得的利益，那么俄罗斯就应该见好就收。整体上看，美俄峰会的结果激起了尖锐分歧，主战派的愤怒指责已经将普京置于民族主义火焰与战略现实冰水的夹击之中。对于普京而言，放弃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部分声索，以换取顿巴斯与俄乌停火，或许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但却是能够拯救俄罗斯国运的最后选择。这场由主战派掀起的舆论危机，不仅考验着普京对国内强硬力量的掌控力，也预示着俄罗斯未来在战与和、荣耀与止损之间的道路将更加崎岖。普京的见好就收能否被接受为明智的止损，还是被盯上丧权的耻辱柱，答案将深刻地影响俄罗斯的命运。在普京接受主战派考验的同时，泽连斯基则寻找到了再次走进白宫的机会。时隔半年，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踏入白宫，迎接他的不再是半年前那场充满火药味的对峙，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友好会晤。与以往随意的军绿色 T 恤不同，此次泽连斯基身着黑色衬衫与深色西装夹克，姿态谦和，多次向特朗普表达感谢，并转交了一封致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私人信件。这一系列细节并非偶然，而是欧洲盟友在会前为他量身定制的生存指南。据透露，以英国首相斯塔默为首的欧洲领导人亲自指导泽连斯基，建议他避免尖锐提问，多谈感谢与合作，以安抚易怒的特朗普，
这一策略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相比于半年前的不欢而散，特朗普这次的态度可以说是180度的大逆转，热情的称我们爱你们。会谈气氛被形容为非常好，最佳会晤。这场从军装到西服的转变，象征着乌克兰在强权政治下为求生存而做出的策略性妥协，也标志着此次外交行动从对抗转向了以表演换取机会的务实路线。在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双边会晤后，一场更为关键的1+1+7多边会议随即展开。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加上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芬兰总统斯图布8位领导人齐聚一堂。这场会议的核心是协调立场，为潜在的和平进程定调。欧洲领导人展现出罕见的团结，一致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洲的安全，并要求未来的乌克兰安全保障应该类似北约第5条的集体防御承诺。北约秘书长吕特甚至将特朗普关于提供安全保障的模糊提议称为突破。然而，团结之下依然暗藏分歧。特朗普坚持停火不是和平协议的必要条件，认为可以边打边谈，这与俄罗斯的立场不谋而合。而欧洲则坚决反对，坚持任何领导人会晤都必须以停火为前提。这场会议既是欧洲向美国展示其共同意志的舞台，也是一场在现实政治与原则底线之间的艰难平衡。多边会议结束后，特朗普并未就此罢休，他随即拨通了克里姆林宫的电话，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约40分钟的通话。这次由特朗普发起的通话被克里姆林宫形容为坦诚且富有建设性。特朗普向普京通报了与泽连斯基及欧洲领导人的会谈情况，并抛出了他此轮外交的王炸。他已开始着手安排普京与泽连斯基的直接会晤，这一举动堪称闪电战。在与乌欧达成有限共识后，特朗普立刻向俄罗斯释放积极信号，试图把自己置于和平进程的绝对中心。他向普京描述了3方会谈的蓝图，并自信地宣称不相信俄罗斯有进一步侵略的威胁，以此降低俄方的戒心。这一系列操作完美体现了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先安抚弱者，再联络强者，最后以自己为桥梁，促成一场由他主导的历史性和解。但是俄方给出的说法是，普京只是同意俄乌高级别代表团会谈，未直接提及领导人级别会谈。会晤结束后，白宫发布声明，勾勒出特朗普设想的和平路径：首先举行普泽双边会晤，然后是美俄乌3方会谈，最终达成一个包含欧洲提供美国协助的安全保障的长期和平协议。特朗普甚至预言冲突的解决前景将在1-2周内明朗化。然而，这份看似乐观的声明充满了不确定性。3名消息人士事前透露，普京在电话中向特朗普提议与泽连斯基在莫斯科举行和平峰会，而泽连斯基拒绝这一提议，明确表示不。欧洲领导人也告诉特朗普，普京关于在莫斯科举办美俄乌3边峰会的提议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泽连斯基对普京说不的理由其实并不复杂。首先，安全问题无疑是最直观的考量，在俄罗斯首都举行会晤，对于泽连斯基而言几乎等同于自投罗网。无论俄方如何承诺安全保障，乌克兰都难以相信泽连斯基在莫斯科能获得100%安全的谈判环境。这种不信任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长期的敌对与战争现实之上。其次，更关键的是政治象征意义。若泽连斯基真的走进克里姆林宫，那将被乌克兰国内大多数民众解读为向侵略者低头。对泽连斯基本人而言，这几乎等同于政治自杀。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社会对于尊严与独立的坚持从未动摇。任何在敌国首都进行的谈判都可能被看作是乌克兰的软弱妥协。普京其实也知道泽连斯基不可能来自己的主场，他抛出在莫斯科谈判的提议，说白了就是为了故意提高要价，争取谈判地点在更亲和的地方举行。白俄罗斯方面已经表示愿意承办俄乌谈判。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的亲密关系无需多言，战争初期，白俄甚至为俄军南下进攻苏梅主动开放道路。白俄在历史上确实曾经扮演过谈判舞台的角色。2014至2015年，俄乌双方曾在明斯克签署停火协议。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2周，俄乌代表团也曾先后在白俄靠近乌克兰和靠近波兰的边境举行过2次谈判。但说实话，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白俄罗斯已经被普遍视为俄罗斯的延伸。泽连斯基去白俄罗斯几乎与去俄罗斯没有本质区别，大概率也只能是拒绝。明斯克协议 1.0 和 2.0 已经成为历史。10天后的今天，没有人想看到明斯克协议 3.0。与白俄相比，匈牙利的名字则显得更加耐人寻味。白宫一位匿名官员的近日透露，美国方面正在计划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美俄乌总统的3边会晤。不得不说，泽连斯基和普京在匈牙利碰面的可能性真的挺大。为什么？一方面，
匈牙利在欧盟内部的立场较为特殊，该国总理欧尔班一贯与欧盟主流保持一定距离，并在涉俄问题上采取灵活甚至亲俄的态度，这使得匈牙利在俄方看来是相对可以接受的地点。另一方面，匈牙利并未完全脱离欧洲阵营，对于乌克兰而言，布达佩斯虽然不算最理想的地点，但比起莫斯科与明斯克，其仍然具有某种平衡感。更重要的是，欧尔班本人与特朗普、普京均保持着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在涉及俄乌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特朗普甚至经常会私下询问欧尔班的看法。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目前欧盟对俄罗斯的航空禁令仍在实施当中，大多数俄罗斯民航和领导人专机是禁止进入欧盟领空的。如果普京真的要去匈牙利，基本上只有两种可行方案，要么欧盟批准一次性的临时外交航行许可，让普京的专机以最短的距离跨越多个欧盟国家直抵匈牙利，要么就得绕行土耳其、塞尔维亚方向，只需一个欧盟国家，比如罗马尼亚的单次豁免许可就够了。美俄乌三边峰会最终的地点或许是布达佩斯，或许是尚未公开的某个第三国，但无论在哪里，普京与泽连斯基若真的坐到一起，那都将标志着俄乌冲突进程的重大转折。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一次不可忽视的历史瞬间。好了，事情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